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女儿清华升学宴上，父亲一直的主位上却坐着女儿的干爹周亦菲，而我这个亲爹还未出生，老婆却亲昵地挽着周亦菲的手臂，当众宣布：江峰，女儿能有今天，全靠周亦菲这个干爹悉心栽培。你这个窝囊废，除了拖后腿还会什么？赶紧签了离婚协议书滚出去！女儿也看着我，江叔叔，江叔叔，这些年很感激你对我的保护，但是周爸爸对我来说更加重要，你赶紧签了吧。我推了推眼镜，笑了。你确定？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确定。女人响亮的声音回荡在宴会厅里，背后是巨大的恭贺江晚舟同学荣升清华大学横幅高悬。这本该是我人生中最骄傲的时刻之一。然而，女儿父亲的座位上坐着的不是我，而是西装革履、满面红光的周亦菲。一旁我的妻子苏梅青亲昵地挽着她的手臂，脸上却是毫不掩饰的对我的厌恶。他松开周亦菲的手臂，踩着高跟鞋几步走到我面前，声音不大，却足以让主桌周围的人听得清清楚楚。江峰，从请名师辅导到打通各种关系，哪一样是你那个窝囊废身份办到的？你呢？除了守着那个破书店赚那点仨瓜俩枣，你还会什么？他越说越激动，声音也拔高了几分，周围宾客的注意力都被他吸引过来。今天这个大喜的日子，我不想跟你废话，签了他，然后滚蛋。说着，女人从包包里抽出一份文件，啪的一声拍在桌上，是离婚协议书。周亦菲适时地站起身，走到苏梅青身边，轻轻拍了拍她的背以示安抚，随即看向我，脸上带着一种胜利者的微笑。江峰，晚舟能有出息，我和梅青都很欣慰，你放心，以后晚舟的一切我都会负责到底。至于你，好歹夫妻一场，也算是晚舟名义上的爸爸，这2万你拿着，把那书店关了，找个地方安度晚年吧。他掏出一张银行卡，随意地丢在离婚协议书上，像打发一个乞丐。周围的议论声嗡嗡响起，夹杂着同情、鄙夷和看热闹的目光。我扫过苏梅青刻薄的脸，周亦菲虚伪的笑，最后定格在江晚舟的脸上。她微微低着头，手指绞着衣角，却没有开口为我辩解一句。晚舟，我看着他，你也这么想吗？江晚舟抬起头，眼神闪烁了一下，似乎有些挣扎，但最后还是下定决心。江叔叔，这些年很感激你对我的保护，但是周爸爸对我来说更加重要，他给了我更好的生活和未来，你就赶紧让位吧。让位？我笑了，声音不大，却异常清晰。你记不得你10岁那年，放学路上差点被车撞到，是谁推开你，自己被撞飞出去，在医院躺了3个月。江晚舟脸色微微一变。你还记不得你初3那年，被几个小混混堵在巷子里，是谁抄起板砖冲进去，被打得头破血流，也要护着你出来。他的手指绞得更紧了。你还记得你高3压力大到崩溃，是谁整夜陪着你，给你熬汤，听你哭诉，解开一道又一道题目？我的声音不高，却字字气血诛心，不少宾客都露出了动容的神色。江晚舟的脸色有些发白，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够了！苏梅青尖声打断我，脸上是毫不掩饰的厌烦。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提他干什么？不就是想要钱吗？行，你无非是想要钱，这样
我再给你加2万、4万，够你下半辈子衣食无忧了。他从周亦菲的包里又掏出一沓钱，继续甩在我面前。我看着地上那2沓厚厚的钱，再看看眼前这3张熟悉又陌生的脸，心底最后一丝温情和期待彻底熄灭了。罢了，我深吸一口气，弯腰捡起了地上的离婚协议书。好，我签。苏梅青和周亦菲的脸上同时露出了如释重负的笑容。我拿起桌上的笔，在协议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苏梅青，晚，江晚舟。我抬起头，目光平静地扫过他们，希望你们永不后悔。苏梅青一把抢过协议，仔细看了看签名，脸上露出狂喜。签了就好，算你识相。现在你可以滚了，这里不欢迎你。周亦菲也假模假式地开口：江峰啊，看在你这些年没功劳也有苦劳的份上，这钱你拿着，以后找个地方安顿下来，好好过日子吧。他指了指桌上的现金，语气里的施舍意味浓得化不开。周围的宾客开始窃窃私语：真可怜，养了这么大，好不容易考上名校的女儿，到头来是可怜什么？没本事呗！你看人家周总多厉害，就是女儿都认别人当爹了，还赖着干嘛？不过那2万块打发要饭的呢，小声点，别让人听见。这些议论声不大不小，刚好能飘进我的耳朵。苏梅青和周亦菲显然也听到了，脸上的得意之色更浓。还杵着干什么？等着我们请你吃饭吗？苏梅青叉着腰，像驱赶苍蝇一样对我挥手：赶紧拿着你的钱滚蛋，别影响到我宝贝女儿的好心情，耽误我们庆祝。江晚舟也皱着眉，催促道：江叔叔，协议签了，钱也拿了，你就走吧，以后我们就当不认识。我站在原地没有动，只是平静地看着他们3个，目光扫过苏梅青那张因为激动和刻薄而扭曲的脸，扫过周亦菲那副虚伪的嘴脸，最后定格在江晚舟的脸上。不急，我缓缓开口，声音依旧平淡无波：今天是晚舟的升学宴，我这个名义上的父亲总该喝杯酒再走吧，何况我还请了个朋友来，喝什么酒？苏梅青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你也配喝这里的酒？这里的酒水都是周总花钱买的，你算什么东西？你的朋友无非就是那些一股子穷酸书生气的老头，有什么好请的？周亦菲也沉下脸：江峰，别给脸不要脸，协议签了，我们之间就两清了，你再纠缠，别怪我不客气。纠缠？我微微挑眉，我只是想等朋友来和我一起喝杯酒，祝贺我的女儿考上清华。这杯酒喝完，我自然会走。我的态度激怒了苏梅青，她尖叫道：保安，保安呢？把这个闹事的给我轰出去！几名酒店保安闻声赶来，看着我胸牌上的父亲2字，又看看周亦菲胸口同样字样的胸牌，有些犹豫。毕竟名义上我还是宴会的主人之一，给我把他赶出去！周亦菲一拍桌子，站了起来，指着保安：我是周亦菲，这场宴会是我包的，这个人在这里闹事，影响我女儿庆祝，立刻把他给我赶出去！保安们看向我，又看看气势汹汹的周亦菲和苏梅青，最终还是向我走来。江先生，请您离开。一个保安队长模样的人硬着头皮说道。我看着他，又看了看周围那些或同情，或鄙夷，或纯粹看戏的目光，最后还是看向了江晚舟脸。他避开了我的视线，低头摆弄着手机，仿佛眼前的一切都与他无关。保安的手快要碰到我的胳膊时，我侧身避开了。
这个动作很轻微，却让周亦菲和苏梅青的脸色更加难看。怎么，你还想动手？周亦菲厉声喝道。她身后的2个保安立刻上前一步，虎视眈眈。苏梅青更是跳脚，反了你了，江峰！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敢在这里撒野？我告诉你，今天你不滚，我就报警抓你，告你骚扰。周围的议论声更大了，这人怎么这么不识趣啊？就是，都被扫地出门了，还赖着不走，女儿都不要他了，还死皮赖脸，估计是嫌钱少吧，想多讹点，有可能。看他那穷酸样，江晚舟像是终于承受不住四周的议论纷纷，抬起头，脸上带着愠怒。江叔叔，你到底想怎么样？钱也给你了，协议也签了，你还想怎样？非要闹得大家都不好看吗？你知不知道今天对我多重要？你能不能别像个无赖一样，不要让我难堪行吗？他的声音带着哭腔，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我看着她，这个曾经在我怀里撒娇的小女孩，如今为了所谓的新生活，可以毫不犹豫地将我踩在脚下，扣上无赖的帽子。晚舟，我平静地开口，声音不大，却清晰地压过了周围的嘈杂。我从未想过闹事，我只是想等你徐叔叔来一起喝一杯酒，我们约好的，这杯酒喝完，我立刻就走。从此以后，我们桥归桥，路归路。呵呵呵，你就知道喝。苏梅青气急败坏地抓起桌上一杯红酒，猛地泼向我，深红色的酒液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我没有躲，酒水泼在我的衬衫前襟，迅速阴开一片深色的污渍，冰凉黏腻。几滴酒液溅到了我的眼镜镜片上，大厅里瞬间死寂，所有人都被苏梅青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惊呆了。我缓缓摘下眼镜，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干净的手帕，慢条斯理地擦拭着镜片上的酒渍，动作从容，仿佛被泼酒的不是自己。擦干净镜片，重新戴上眼镜，我看向苏梅青，眼神平静无波，甚至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苏梅青，这么多年，你的脾气还是这么暴躁。我的平静彻底激怒了他和周亦菲。江峰，你装什么装？周亦菲指着我，怒不可遏。你看看你这窝囊妇样子，被泼了酒都不敢吭声。窝囊废就是窝囊废，永远上不了台面。他转头对保安吼道：还愣着干什么？给我把他扔出去，扔远点！保安们不再犹豫，再次围了上来。江晚舟看着我被酒水弄脏的衣服和即将被驱逐的狼狈，眼神复杂了一瞬，但很快又被冷漠取代。他微微侧过身，似乎不想看到这一幕。就在保安的手即将再次碰到我时，我开口了，声音不大，却带着一种奇特的穿透力，让所有人的动作都为之一顿。周亦菲，我看向他，嘴角勾起一抹极淡的弧度。你这么急着赶我走，是怕我在这里待久了，说出什么不该说的话吗？周亦菲脸色一变，你胡说什么？我能有什么怕你说的？苏梅青也尖声道：江峰，你别血口喷人，自己没本事就想污蔑别人。周亦菲光明磊落，对晚舟视如己出。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胡说八道？视如己出，我轻轻重复了一遍，又咬中了这4个字。是啊，视如己出。所以江晚舟初3那晚在巷子里，那个差点让他毁了一辈子的意外，真的是意外吗？还是有人觉得一个破了相的女儿就不值得再花那么多资源培养了？我的话像一颗炸弹，瞬间在人群中引爆。什么？毁了一辈子？初3？意外？什么意思？难道不是意外？江峰这话里有话啊！
宾客们震惊地议论起来，目光惊疑不定地在周亦菲、苏梅青和江晚舟脸上扫视。江晚舟猛地抬头看向我，脸色瞬间变得苍白，眼神里充满了震惊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恐惧。他下意识地捂住了自己的脸颊。周亦菲和苏梅青的脸色更是巨变。江峰，你放屁！周亦菲勃然大怒，额头上青筋暴起。你敢污蔑我？那件事早就调查清楚了，就是意外。晚舟自己不小心。苏梅青也慌了神，声音尖锐的刺耳。对，就是意外，警察都结案了。你少在这里危言耸听，你就是嫉妒周亦菲对晚舟好，你这个心理扭曲的疯子，是吗？我推了推眼镜，镜片后的目光锐利如刀。意外？那为什么那个负责接江晚舟上下学的司机临时工，在事发后第2天就带着一大笔钱消失得无影无踪？而那笔钱的来源似乎和周总你名下的某个空壳公司有点关联。你血口喷人，你有什么证据？周亦菲的脸色由红转白，眼神中闪过一丝慌乱，但嘴上依旧强硬。证据？我淡淡一笑，我有没有证据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件事。江晚舟，我看向脸色惨白的女儿，你真的相信那只是一场单纯的意外吗？你真的相信一个视你如己出的人会放任那种安全隐患存在？江晚舟嘴唇哆嗦着，看看我，又看看脸色铁青的周亦菲和惊慌失措的苏梅青，一时间说不出话来。他显然从未想过这个问题，或者说他刻意不去想。够了，江峰！周亦菲彻底撕下了伪善的面具，面目狰狞地指着我：你这个下三滥的东西，为了报复，连这种下作的谣言都编得出来。保安，给我打烂他的嘴，把他给我扔出去。他身后的2个跟班立刻凶神恶煞地朝我扑来，周围的宾客发出一阵惊呼，纷纷后退。苏梅青也尖叫道：打死这个胡说八道的混蛋！就在那2个壮汉的拳头即将落到我身上时，住手！一声威严的断喝如同惊雷般在宴会厅门口炸响，这声音带着一种久居上位的威严，瞬间镇住了全场。所有人都下意识地循声望去，只见宴会厅门口不知何时出现了一行人，为首的老者头发花白，戴着金丝眼镜，面容儒雅，却自带一股不怒自威的气势。他穿着朴素的中山装，身后跟着几位同样气质不凡的中年人。徐校长！人群中有人失声惊呼：天哪，是清华的徐校长！真的是徐校长！我在新闻上见过，他怎么来了？为了江晚舟，一个普普通通的新生，就算考上清华了，也不至于惊动校长亲自来吧？难道周亦菲的面子这么大？宾客们瞬间沸腾了，议论纷纷，脸上充满了震惊和难以置信。周亦菲和苏梅青也愣住了，随即脸上爆发出狂喜。周亦菲反应最快，一把推开挡在身前的保安，脸上堆起谄媚至极的笑容，3步并作2步地迎了上去，腰弯成了90度。哎呀，徐校长，您大驾光临，真是蓬荜生辉，有失远迎啊！我是周亦菲，晚舟的父亲，您能亲自来参加小女的升学宴，真是我们天大的荣幸。这是我的名片。苏梅青也激动得满脸通红，拉着不知道为什么脸色发白的江晚舟快步上前。晚舟，快叫校长！徐校长，这就是我女儿江晚舟，她一直特别崇拜您。江晚舟反应过来，但是声音却带着颤抖。
徐叔叔，徐校长好，谢谢您能来。徐校长笑着对江晚舟点了点头示意，周围的宾客也都用无比羡慕甚至嫉妒的眼神看着江晚舟一家，纷纷感慨周亦菲的实力，收起笑容。徐校长却只是淡淡的扫了谄媚的男女一眼，目光甚至没有在周亦菲伸出的手上停留一秒，更没有理会苏梅青和江晚舟的问候。他的视线越过他们，径直落在了我的身上。在所有人惊愕、不解，甚至带着一丝荒谬的目光注视下，这位国内顶尖学府的掌舵人脸上露出了发自内心的、带着敬意的笑容，快步向我走来。他走到我面前，无视我衬衫上的酒渍，无视周围凝固的气氛，微微颔首，语气温和而郑重：“江院士，您果然在这里。刚才在门口听说里面有点小状况，您没事吧？”卡点3，江院士3个字，如同3颗重磅炸弹，在寂静无声的宴会厅里轰然炸开。周亦菲脸上的谄媚笑容瞬间僵死，仿佛被冻住的水泥裂开一道道缝隙。她伸出去的手还尴尬地悬在半空，身体却像被抽掉了骨头，微微晃了一下。苏梅青脸上的狂喜和激动如同潮水般退去，只剩下极致的震惊和茫然。她张着嘴，眼睛瞪得像铜铃，死死地盯着徐校长，又猛地转向我，仿佛第一次认识这个同床共枕了20年的男人。院士，女人无意识的喃喃，声音干涩得像砂纸摩擦。江晚舟更是如遭雷击，本就惨白的血色唰的一下退得干干净净，身体控制不住地颤抖起来。院士，是啊，他该想到的。一个普普通通的破书店老板怎么会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一个普普通通的破书店老板的朋友怎么会轻轻松松地辅导自己拿到奥数竞赛冠军？一股巨大的、冰冷的恐惧瞬间紧紧抓住了他的心脏，让他几乎无法呼吸。爸，江院士，他失声叫了出来，声音尖利而破碎。整个宴会厅落针可闻，所有的目光震惊、骇然、难以置信、恍然大悟、幸灾乐祸的视线聚焦在我和徐校长身上，而周亦菲、苏梅青、江晚舟3人则成了这场巨大反转中最滑稽、最狼狈的戏中小丑。我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镜片后的目光平静依旧。我真实身份一直没有公布，主要是因为之前的研究项目特殊，好在项目终于在前不久完美结束。我正打算借着这次升学宴的机会和妻女坦白，可他们母女2人竟献给了我惊喜。我随即对着徐校长微微颔首，语气淡然：“徐校长，您来了。”一点小插曲，不碍事。我的声音不高，却清晰地回荡在死寂的大厅里，像一记无声的耳光，狠狠地抽在了那3个人的脸上。徐校长显然也注意到了这诡异的气氛，以及我衬衫上的酒渍，还有周亦菲等人那副见了鬼的表情。他眉头微蹙，带着关切和一丝上位者的威严，环视全场。江院士，这是……他的目光扫过周亦菲胸前刺眼的父亲胸牌，又看了看我胸口同样的胸牌，最后落在桌上那份签了字的离婚协议和散落的现金上，眼中闪过一丝了然，但更多的是震惊和不解。他转向我，语气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愠怒：“江院士，我这次特意赶来，一是祝贺令爱江晚舟同学以优异成绩考入我校，二是想借此机会
再次当面向您表达您为我国科技领域做出的卓越贡献的崇高敬意。两院院士的荣誉实至名归。只是眼前这情形，他再次扫了一眼周亦菲和苏梅青，目光锐利如刀。我嘴角勾起一抹极淡的弧度，带着一丝疏离的嘲讽，平静地开口，声音清晰地传入在场每一个人的耳中：徐校长有心了。不过，您口中的令爱江晚舟同学以及他的母亲苏梅青女士，刚刚已经明确表示，他们母女未来的一切，自有这位周亦菲先生负责到底。至于我顿了顿，目光平静地扫过面无人色的周亦菲，摇摇欲坠的苏梅青，以及泪流满面、眼神充满哀求的江晚舟，语气淡漠的如同在陈述一件与己无关的事实。我不过是个守着破书店赚点仨瓜俩枣的窝囊废，刚刚签了离婚协议，拿了4万安家费，已经被扫地出门了。这位周先生才是晚舟现在认可的周爸爸，所以今天的升学宴与我无关。轰！人群彻底炸开了锅。我的天，真的是院士，还是两院院士，国宝级专家？我就说一个普通学生，这才是徐校长亲自来祝贺的真正原因啊！窝囊废，扫地出门，4万块，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周亦菲算个什么东西，也配跟院士比？苏梅青和江晚舟是瞎了眼吗？放着真神不拜，去捧个假菩萨，忘恩负义，狼心狗肺。周亦菲刚才还让人把江院士扔出去，他哪来的胆子？徐校长听完我的话，脸上温和的笑容彻底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震惊和难以掩饰的怒意。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惋惜，有理解，更有一种对学术泰斗被如此轻慢亵渎的愤怒。随即，他缓缓转头，扫过周亦菲、苏梅青，最后落在江晚舟身上，那眼神意味深长，带着无声的审判和极致的失望。原来如此，徐校长的声音不高，却带着千钧之力。周先生、陈女士、江晚舟同学，你们很好，清华能招到你这样的学生，很好。他特意在“很好”二字上加重了语气，其中的讽刺意味不言而喻。宴会厅的气氛瞬间从极致的震惊变成了赤裸裸的倒戈与清算。之前那些围在周亦菲身边阿谀奉承、称兄道弟的宾客们，此刻脸色变得比翻书还快。一位之前对周亦菲点头哈腰，恨不得贴上去的地产老板，第一个跳了出来，指着周亦菲的鼻子，义愤填膺地骂道：“周亦菲，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我早就看出你不是个玩意儿。江院士是何等人物，为国家做出那么大贡献的国宝，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在这里耀武扬威，还让人把院士扔出去，你简直是丧心病狂，就是小人得志，靠着点歪门邪道赚了几个臭钱，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另一个之前极力巴结的富商也立刻附和，语气充满了鄙夷：“苏梅青，你更是瞎了眼，放着江院士这样的丈夫不要，跟这种货色搅在一起，忘恩负义。晚舟丫头，你太让人失望了，你亲爹为你付出那么多，你竟然认贼作父，不孝，大大的不孝，墙倒众人推。”之前被周亦菲身份压迫的，或是纯粹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宾客，此刻纷纷加入声讨的行列，指责声、鄙夷声、幸灾乐祸的议论声如同潮水般涌向呆若木鸡的周亦菲、瘫软在地的苏梅青和崩溃哭泣的江晚舟。周总，我看是周骗子吧？一个戴着金丝眼镜、
看起来像是金融从业者的男人冷笑一声，声音不大，却极具穿透力。圈子里谁不知道，你那个周氏科技早就资不抵债了，资金链断裂快半年了吧？银行催贷的电话都快打爆了。今天这场面，租的豪车，请的托，还有这宴会，打肿脸充胖子，花光最后的老本了吧？就为了在你干女儿面前装这个逼，真是可笑又可悲。这爆料如同又一记重锤，狠狠砸在周亦菲心口。她脸色由白转青，嘴唇哆嗦着想要反驳：你胡说，血口喷人。男人色厉内荏，谁都看得出来，眼神更是出卖了他。是不是血口喷人？查查不就知道了。金丝眼镜男嗤笑一声：哦，对了，听说税务和经侦那边好像已经注意到你了，周总，好自为之吧。这话彻底击垮了周亦菲，她踉跄一步，差点摔倒，额头上冷汗涔涔，哪里还有半分刚才指点江山的得意。苏梅青听到资不抵债，资金链断裂，再联想到自己刚刚签下的那份离婚协议，她本以为甩掉了包袱，傍上了大款，却没想到完全相反。巨大的恐慌和悔恨瞬间淹没了她。女人猛地从地上爬起来，手脚并用地爬到我的脚边，涕泪横流，死死抓住我的裤脚，声音凄厉地哭喊：江峰，老公，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是我鬼迷心窍，是我被猪油蒙了心，你原谅我，原谅我这一次，我们复婚，我们一家人好好过日子。婉周，婉周，你快来，快求你爸爸原谅啊！江婉周被母亲的哭喊惊醒，她抬起泪眼婆娑的脸，看着那个曾经被她轻蔑地称为江叔叔，此刻却如同高山般巍峨的父亲。巨大的落差和悔恨撕扯着他的心，他跌跌撞撞地跑过来，也扑倒在我面前。爸爸，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不该，您原谅我，我还是您的女儿。我后退一步，避开了他们伸过来的手，也避开了他们迟来的忏悔，目光平静地扫过他们涕泪交加、狼狈不堪的脸，最后定格在江晚舟脸上，声音淡漠的不带一丝温度：原谅，苏梅青，你忘了你刚才泼过来的红酒，忘了你让我滚蛋时的嘴脸，忘了你为了4万块就迫不及待签下的离婚协议。至于你，江晚舟，我的目光锐利如刀，直刺他的心底。你也忘了你刚才说的，周爸爸对我来说更重要，忘了你让我赶紧让位时的冷漠，忘了你叫我江叔叔时的迫不及待。现在你们告诉我错了，想认回我这个父亲。我微微俯身，靠近江晚舟，声音压得很低，却带着一种冰冷的穿透力，只让他一个人听得清楚。那么，我最后问你一次，你初3那年，巷子里那场差点毁了你一辈子的意外，你真的相信那只是意外吗？你真的相信你这位更重要的周爸爸会放任那种意外发生在你身上吗？好好想想，在你昏迷的时候，在你被推进手术室的时候，是谁在走廊里和那个意外消失的司机通过电话？轰！江晚舟如遭五雷轰顶，瞳孔骤然收缩到极致。母亲刚才的哭诉，周亦菲面对质问时的慌乱，以及父亲此刻冰冷话语中藏起来的暗示，所有的线索在他混乱的脑海中瞬间串联，一个让他毛骨悚然的真相呼之欲出。不可能，不会的！他失神的喃喃，眼神涣散，巨大的恐惧和彻底的绝望彻底将他吞噬。他猛地抱住头，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身体软软地瘫倒在地，彻底崩溃。苏梅青被女儿的反应吓呆了，
茫然地看着我。老公，晚舟那件事。我直起身，不再看他们母女一眼，转向徐校长，语气恢复了平淡。徐校长，抱歉，让您见笑了，这里乌烟瘴气，不如我们换个地方说话。徐校长目睹了这一切，他点点头，当然，江院士，请。这里确实不宜久留。在所有人复杂目光的注视下，我和徐校长一行人无视身后的一片狼藉与哭嚎，从容地离开了这个一场荒唐闹剧的宴会厅，只留下周亦菲面如死灰地站在原地，苏梅青抱着崩溃的女儿嚎啕大哭，以及一群看客们或唏嘘或鄙夷的议论。宴会厅的闹剧迅速在圈子里传开来，江院士的身份曝光，周亦菲的虚伪面具被撕下，苏梅青母女的忘恩负义成了街头巷尾最劲爆的谈资。徐校长临走前那意味深长的一瞥，以及他随行人员中某位低调的与相关部门关系密切的学者不经意的几句话，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第二天一早，税务稽查和经侦部门的人员就带着搜查令出现在了周亦菲的周氏科技公司。调查结果触目惊心，虚开发票、偷税漏税数额巨大，非法集资，资金链早已断裂，窟窿大得惊人。所谓的高科技项目更是空壳套现的骗局。周亦菲名下的房产、豪车、账户资金被迅速冻结，他本人也在试图潜逃出境时，在机场被警方带走。等待他的将是漫长的铁窗生涯，从云端跌落泥潭的速度快得让苏梅青和江晚舟措手不及。他们还没来得及从宴会的打击中缓过神，催债的电话和上门堵截的债主就接踵而至。周亦菲送给他们的豪宅被贴上了封条，银行账户被冻结，连身上值钱的首饰也被债主强行拿走抵债。一夜之间，他们从人人艳羡的周太太和周家新千金，变成了人人避之不及、负债累累的过街老鼠。走投无路之下，苏梅青带着眼神空洞的江晚舟再次找到了我，地点不再是豪华酒店，而是我那间曾被苏梅青嗤之以鼻的破书店。他们跪在书店门口，引来路人侧目。老公，求求你，救救我们，救救晚舟吧！苏梅青哭得声嘶力竭，头发散乱，早已没了昔日的精致。周亦菲那个天杀的骗子，他把我们都害惨了。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房子没了，钱没了，还欠了一屁股债。晚舟连学费都没有了，他清华都要上不成了啊！看在夫妻一场，看在晚舟是你亲生女儿的份上，你帮帮我们，我们真的知道错了。江晚舟也抬起头，泪水无声滑落，眼神里充满了绝望和一丝卑微的祈求。爸，我知道我没脸见您，我罪该万死，可是求您帮帮我妈妈，帮帮我，我还想读书。我站在书店门口，看着跪在冰冷地面上的母女俩的狼狈与哀求，与升学宴上那副刻薄、冷漠、急于划清界限的嘴脸形成了最痛的对比。心中最后一丝因血缘而产生的涟漪也彻底平息。我转身走进书店，片刻后拿着一个看起来有些年头的旧公文包走了出来。我将公文包丢在他们面前的地上，没有弯腰，声音平静得像在叙述别人的故事。这里面是当年那个肇事司机收钱后消失的证据链，包括他与周亦菲秘密联络的通话记录、部分资金流向的复印件，以及他离境前在赌场挥霍的监控截图。
当年为了保护晚舟，也为了不让他在关键时刻分心，我暗中查到了这些，但没有立刻揭穿。我想，这大概是我作为一个父亲能为他做的最后一件事了，把真正想害他的人送进他该去的地方。苏梅青和江晚舟震惊地看着地上的公文包，又看看我，眼里的愧疚更重了。拿着它交给警方，周亦菲的刑期会因为这个加重不少，你们也会免受牵连。包里还有10万块，够晚舟这几年学费和生活费了。我顿了顿，目光扫过他们瞬间亮起又迅速暗淡下去的眼睛，语气斩钉截铁：这是我江峰最后一次帮你们，从此以后你们是生是死，是富贵是潦倒，与我再无半点瓜葛。母女情分，在你们让我滚蛋，签下离婚协议，认贼作父的那一刻，就已经彻底断了。走吧，别脏了我的地方。说完，我不再理会他们绝望的哭喊和哀求，转身走进书店，关上了门，将那迟来的忏悔彻底隔绝在外。时光荏苒，半年过去，周亦菲因多项经济犯罪以及买凶故意伤害未遂江晚舟等罪名，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他精心构筑的商业帝国早已化为泡影，徒留一地鸡毛和无数债主的咒骂。苏梅青和江晚舟母女在交出证据、配合调查后，虽然免于被周亦菲牵连定罪，但声名彻底扫地，巨额债务如山。他们变卖了所有能变卖的东西，搬进了破旧的出租屋。苏梅青不得不去餐馆刷盘子，曾经保养得宜的手很快变得粗糙。江晚舟虽然最终在舆论压力和校方综合考虑下，因其高考成绩真实且后期表现毁誉，加上徐校长出于学术公正的有限度表态，勉强保住了清华的入学资格，但嫌贫爱富、认贼作父、不孝女的标签如同烙印，让她在校园里举步维艰，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和异样眼光。她开始变得沉默寡言，眼神里总是带着挥之不去的阴郁和悔恨。而我早已远离了那场闹剧，也放下了一切，选择回归国家某尖端科研机构，主持着一个重大项目。今天这个大喜的日子，我不想跟你废话，签了它，然后滚蛋。九今夜，京城某庄重而不失科技感的礼堂内，灯火辉煌，这里正在举行我们项目组的重大成果庆功宴。我作为项目总师，自然是全场的焦点。校长亲自到场祝贺，还有数位白发苍苍、德高望重的学界泰斗作陪。他们举杯向我致意，眼中是毫不掩饰的赞赏与钦佩。江院士，恭喜啊，这一仗打得漂亮，为我们国家争光了。徐校长满面红光，用力地拍着我的肩膀。老江，宝刀未老，不是更胜当年啊。一位两院元老笑着举杯，江院士，您带领团队啃下了这块硬骨头，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另一位泰斗由衷赞叹。我微笑着从容应对，与诸位学界前辈同仁一一碰杯，觥筹交错，欢声笑语。我的目光不经意间扫过宴会厅角落悬挂的一个大屏幕，屏幕上正无声地播放着晚间新闻的滚动画面，画面短暂地切换到一个社会新闻镜头。逼仄的出租屋楼道，一个面容憔悴、穿着廉价羽绒服的中年妇女正费力地提着几袋垃圾下楼，羽绒服袖口似乎还有个破洞。镜头一晃而过，迅速切换到了下一个关于城市建设的报道。辉煌的灯火、热烈的掌声与那短暂
模糊、灰暗的一片，形成了两个世界最遥远的距离。我收回目光，脸上没有任何波澜，仿佛只是看到了一帧无关紧要的风景。转身，再次融入那片璀璨光芒之中。酒杯轻碰，发出清脆的声响，为过去画上的休止符，也为未来奏响的新的序曲。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